地府千岁，地府千岁，坑府千岁，坑府千岁，庙府千岁，庙府千岁，这三位千岁叫做三宝，三宝。啊，地府就是庙府太师，庙府太师，一个土行不做，土行不做，哦，啊，这加起来叫做三宝地府，哦，当然咧老姐讲三宝地府，就是这5位新春。
定理吼。我今日有去大关市来吼，唔知影，咱介绍较清楚吼。嘉里区吼，隔壁嘉里区的无定理，无定吼。早前是甲大家报告的，三无二分吼，咱方面里，咱方面乡所务处的主席就是杨富代书，这才有甲大家报告，可能也有人唔知影，三无二分，所谓三无就是地府千岁、地府千岁、坑府千岁、坑府千岁、庙府千岁、庙府千岁，这三位千岁叫做三无。二分就是杨府代书，伊叫土行不做，这加起来叫做三无二分，人人咧老者讲三无二分，就是去故意青春。
那么这个所在名叫做90多天，当然是咧讲90多年10善报应，性命福存，这是爱受10善业会报应较去迄个所在，用这个业报甲因生去迄个所在，这是一个真殊胜、一个美妙诶好所在。就是讲修10善这个性业福业去哩的。那么如果若是这种意思讲，如果若咧，互伊个注释一小节来讲出一心补处菩萨伊大个所在，来讲这个10善果。当然伫迄个所在，你若修10善业去迄个所在，就伫迄个10善果来生一个90多年享受迄个天福。伫迄个所在，跟随弥勒菩萨听伊说法。那么这款呢，如果世尊讲你用自在世间一小点的时间来讲迄个所在，往生迄个所在会快乐的情形呢，不能强尽。花了一点的时间来讲，完了讲会了袂尽呢。所以你将大开今日意定要以解说，你将大开简单甲恁小可甲恁介绍一下安尼。今来就是咱来了解，今来都有讲到一句一小节，一小节的时间到底和咱人间的时间是偌久呢？如果若是以人间的这个时间来算起，一小节咱会记是1680万年，1680万年，因为这个娑婆世界这时间自成立。到这个世界灭亡，空去这个时间，就是讲这个生命，为称作100劫，这时间100劫。那么这100劫，迄个分做4个重点，就是有成、住、坏、空。这世界的创造，创造好，个变歹，渐渐的变歹，完全无去，这分做4个重点。每一个重点呢，又个分做20小劫。20小劫，这个劫有一个正劫甲减劫正劫就是讲人若是咧行善大家拢有得到咧行善那么安尼，这个就是伊这个修数，本来若是修数是伫迄个10岁，安尼就开始了，每100年来增加1岁，增加到人寿84000岁，就是人享得到。本来有无得到，渐渐向有得到，安尼，那么这寿数就是一直每经过100年就增加1岁，增加到人寿84000岁假使讲在人的人寿84000岁了后，人若开始个新的变化，个渐渐无多安尼就开始减寿啦减寿，所以咱人的生命。长甲短，跟咱的道德原来有关系愈无道德的人也是愈低寿比如愈无道德的人，贪嗔痴愈重愈要求众生愈要阿爸会减迄个众生伤害安尼就算家己的德，安尼就算家己的寿所以有减劫甲正劫一正一劫，安尼就是一个小劫，一个小劫时间，合起来是咱人间的1680万年。那么人间1680万年算做一小劫一小劫因为咱这个大劫有20小劫，所以大劫20小劫，来成1680万年。等于讲一大劫的这个寿这个大劫的寿数，世界的寿数呢，等于13亿4400万年安尼，13亿万年所以咱这个现在的时间是13亿万年那么这个是讲的小劫就是指1680万年是一正一劫。那么世尊讲，我若带于这个世间1680万年来一直讲出一心补处菩萨来世界的情形讲因遐众生所受的这个福，迄个福果呢，我要从这个事情点讲呢，会使讲
要利用这个时间来讲袂尽不过以下要简单来大家介绍一下福格尤伯利，那么福德佮甲尤伯利讲咱遮请看迄个做第八页的第六章第八页第六章，福格尤伯利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言生死，乐生也，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愿为弥勒作弟子者，当作是观。咱这句的文呢，佛陀就交代尤伯利，甲尤伯利讲，其实佛陀咧对尤伯利讲，其实是在场来向所有众生宣说。伊佛陀讲出讲，如果若有比丘以及一切大众，如果若是比丘，这出家人，或就是讲这在家众呢，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对这个生死袂厌有想意识要来升天的人呢，第一就是讲，伊对生死无讨厌，因为咱知影升天也阁有这个生死。咱今仔日生是，咱今仔日来福咱生去倒是净土，并是讲已经出离生死了，将来爱过来人间来修行，来修行，来做有缘爸母来投胎，然后出胎了后，还过来大汉还过来找弥勒菩萨，予伊教育。所以咱求生到那么这个所在名叫做90多天。当然是咧讲90多年十善报应，性命福存，这是爱受十善业的报应较去迄个所在，有这个业报甲因生去迄个所在，这是一个真殊胜、一个微妙的好所在，就是讲修十善这个性业、福业去哩的。那么如果若是这种意思讲，如果若咧互伊个自细一小劫来讲出一生补出菩萨伊大个所在，来讲这个十善果，当然伫迄个所在，你若修十善业，去迄个所在，就对迄个十善果，来生一个90多年，享受迄个天福，伫迄个所在跟随弥勒菩萨听伊说法。那么这款呢，如果世尊讲你用自在世间少点的时间来讲迄个所在，往生迄个所在快乐的情形呢，不能共进，花了一点的时间来讲，安尼讲会了袂尽呢，所以你将大概今日语典要你解说，你将大概简单甲恁小可甲恁介绍者安尼。今来就是咱来了解，今来都有讲到一句一小劫，一小劫的时间到底和咱人间的时间是偌久呢？如果若是以人间的这个时间来算起，一小劫咱会记是1680万年，1680万年，因为这个娑婆世界这时间自成立到这个世界灭亡空去这个时间，就是讲这个生命为称作一大劫，这时间一大劫。那么这大劫还佫分做4个中劫，就是有成住坏空。这世界咧创造创造好，甲变歹，渐渐咧变歹，完全无去，这分做4个中劫。每一个中劫呢，又佫分做20小劫，20小劫。这个劫有一个正劫甲减劫正劫就是讲人若是咧行善大家拢有得到咧行善那么安尼，这个就是由这个修数，本来若是修数是伫迄个10岁，安尼就开始了。每100年来增加1岁，增加到人寿84000岁，就是人向得到本来有无得到，渐渐向有得到安尼。那么这修数就是一直每经过100年就增加1岁，增加到人寿84000岁假使讲在人的人寿84000岁了后，人开始个心理变化，
我渐渐无多安尼，就开始减寿啦，减寿。所以咱人的性命，一长到底，跟咱的道德原来有关系，愈无道德的人，也是愈低寿，比如愈无道德的人，贪嗔痴愈重，愈后求众生，愈后阿爸，会迄个众生伤害，安尼就算家己的德，安尼就算家己的寿，所以由减劫，甲增劫，一增一减，安尼就是一个小劫，一个小劫时间，合起来是咱人间的1680万年。那么人间1680万年，算做一小劫嘛。一小劫，因为咱这个大劫有20小劫，所以大劫20小劫，来成1680万年。等于讲一大劫的这个寿一个大劫的寿数，世界的寿数呢，等于13亿4400万年安尼。13亿万年所以咱这个现在的时间是13亿万年那么这个是讲的小劫就是指1680万年是一增一减那么所以讲我若带入这个时间1680万年来一直讲出一生多做菩萨。来世界的情形，讲人遐众生所受的这个福，迄福果呢，我要从这个思想点讲呢，会使讲，要利用这个时间来讲袂尽不过以下要简单来大家介绍一下佛教优婆离，那么佛陀佮甲优婆离讲，咱遮先看迄个做第八页的第六章，第八页第六章，佛教优婆离，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言生死，乐生也，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愿为弥勒作弟子者，当作是观。咱这句的文呢，佛陀就交代优婆离，甲优婆离讲，其实佛陀对优婆离讲，其实是在场来向所有众生宣说。佛陀讲说，如果若有比丘以及一切大众，如果若是比丘，这出家人，或就是讲这在家众呢，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对这个生死袂厌厌，有想意识要来升天的人呢。第一就是讲，伊对生死无讨厌，因为咱知影升天也阁有这个生死。咱今仔日生是，咱今仔日来互咱生去到这净土，并是讲已经处理生死了，将来爱过来人间来受生，来受生，来做有缘父母来投胎，然后出胎，然后较过来大汉，较过来找弥勒菩萨，互伊教育。所以，咱有现在。
月有一天早上3点多，他在园林中心了哈，所有园林镇上医生都没有生意。你回去，你肚子痛，你头痛，你什么，回来好了。就是实实在在，那个都有记录，整本也是都有记录啊。结果那个医生就去告了，卫生所去告，结果他拿去花也没有什么东西。这就是神灵这个实在是很奥妙了哦。原始天尊相信我们佛教里面显化的也很多了。很多了哦，我这个是数是最近的哦，这个30几年前。请问一下，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先知对于土地的训诫啊惩罚，那刚刚举例是说他一来软糖，然后他身上有一个被打，那我想请问的是，像这种惩罚他降下来的这个关系是，他到了，就是这个人，他到了这个软糖中才会发生它的效益，还是说这个土地他平常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场所之后，他在他的家里，他在他工作地方，他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先知想要告诉他的。您说是修道还是才修？他会接受处罚，在家里就没有接受处罚，对不对？可能他在家里，他可能会接受到一些暗示，就是他可能就好像生活中有点征兆，可是这种实质上肉体上面这种很明显的，可能就要到这里才会发生。我不清楚，一定要靠为什么一定要处罚你来留在处罚你我来一些先生了，哦，你们来家就乱，咱普通讲就乱了哈。那我们佛教就说皈依啊，哦，这个叫做歇类嘛，哦，都一样。哦，你来就乱，就是我的徒弟，我的学生，那么他对学生所有一举一动都给我照顾。哦，你就说你今天有来处罚，你没有来，在家里给你处罚，也许你处罚你生一天的病你也不知道。他没有讲，没有开书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不是不处罚。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参访台中圣行堂南天直辖轮堂恩主公是关圣帝君，还有李洞宾先祖、纯阳祖师，另外还有供奉玄天上帝。然后他贡献给财团法人，这是很伟大。然后他的书都是不用钱的这样子啊。可能。谢谢，可能。今天的是社长，还有啥事？社长重点他去做社长。这个他那边是他们的坤道，那个女娈真香，给他们诵经。是简单的导览一下这样子，因为呼完，然后前面呼完，没问题，你用你的节奏，用对，跟我们，我大约向各位报告一下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仪式啊，我们当天是礼拜一跟礼拜四会有什么？好，礼拜一在这边，然后礼拜四他们是，但是最近有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暂时啊，就是每个礼拜的礼拜一，我们会在这个仪式啊。然后忽然这个仪式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有师姐，然后在诵经，在诵这个地方诵经，下课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会读这个神咒。南华学社念研究所期间在这边过夜的。
正前方小木屋是南华大学教授们的宿舍小木屋。南华大学教授们的宿舍小木屋。正前方有制育所，他们培植医药农作物、医药作物的地方。这边是制育所，种植药用植物的地方。制育所有培植那个医药的农作物、医药作物在这边。中正大学附近南华路，要到南华大学。中正大学，嘉义民雄的中正大学。中正大学就在南华路旁边，远眺中正大学。中华民国100年4月27号。正前方是中正大学。中正大学远眺，那条路是南华路。往右边就是要去慈济医院了。交流道了。中正大学。中正大学傍晚的风景真好看啊！这条路是南华路，要去南华大学，旁边就是中正大学。往右边是慈济医院了。南华路啊，要到南华大学、中正大学的路。大明路往东，远方是中正大学。中正大学，这条路是南华路，要到南华大学。南华大学在嘉义大里，中正大学在民雄。这是南华这是中正大学。正前方是中正大学。正前方中正大学在嘉义民雄。这里是南华路口。南华路可以到南华大学。路口有那个红车啊，直升机，照进艺术。中正大学和南华路可以到南华大学。路口有那个红线。中正大学，中正大学这边南华路。
来欣赏中正大学华灯初上夜景。中华民国100年5月22号早上有一贯道举办孝道活动。这是南华路，通到南华道。刚好灯都亮了，帮助路人。路口有那个风车、船直升机。向前往中正大学。路口那边有风车、直升机啊、船啊，到前议事，嘉义大学南华路口。南华路要到南华大学，会先到中正大学。这里是嘉义民雄附近，远方就是中正大学。这条路是南华路，要到南华大学。南华大学在嘉义大林中间。这条南华路是南华大学开的，国家赞助的。路口有这个风车装置艺术，还有直升机啊、船啊等等。带那无伊啊。我没在做代志。其他呢，一整年的365天，我们也不收费，只要报名，经过我们的中心的电话来登录。那么不管1年365天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会无条件的提供超度。但是呢，澎湖跟高雄的气爆，我们都在这一次今天盂兰盆法会里面，让他离苦得乐，超生活佛。在这个地方预祝我们所有的往生者都离苦得乐，不再受六道的轮回。法界圆觉宗莫那学会常年来基以普报众生恩的报恩心和慈悲心，度化一切众生，共趋解脱，离苦得乐，默默地为世界祥和安乐来尽一份心力。法界新闻吴云曲台中采访报道。我们
懂得报恩的人内心是富有的，因为自己有力气，才能够帮助别人。我们无时无刻所升起的念头，都是被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每个念头的升起及相续的动向，是否和我们的业力有关？而业力既然是源于心念，那么该如何保持正念而不退失？我们起心动念呢，叫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什么叫三世有呢？因为我们的心呢，开始动一念，如这个大悲经所说，拍手弹指32亿100千念，也就是说32亿乘以100千万。因此呢，这个叫微尘念。一弹手之间呢，它有320兆的微尘念，我把它叫做星光化微尘。宇宙的星辰跟微尘，就是我们的星光所化。那么它不是没有，叫三世有，也叫从毕竟空到究竟有。那么这个心呢，宇宙的万象莫不由于此心，若没有此心，则没有众生，没有宇宙。那么宇宙从哪里来呢？从众生而来。那么因为众生的造业，才会有宇宙。那么宇宙的形成就是星光化微尘，前面还是心，后面就是微尘了。我们在掌握到心与念的关系后，也掌握到业力的根源，应该勇于实在的来面对它、处理它，否则即使通达业力，终将只会是一种空洞的说法。法纪新闻吴永曲台中采访报道。以德古拉作为序幕，分4大展区，带领观众探寻吸血鬼的迷踪。吸血鬼这个黑暗中流行的传说，从中古世纪开始，便以离奇及恐怖的色彩潜藏于人们的心中。国立历史博物馆为揭开这吸血鬼疑云，特别举办德古拉传奇吸血鬼历史与艺术特展，近100件展品来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埃斯特哈奇家族基金会、布拉姆斯托克典藏等至少5个国家10多个博物馆、家族典藏与基金会的藏品。从历史、艺术、文学、影像、设计、服装6大面向，为台湾民众揭开吸血鬼的神秘面纱。德古拉与吸血鬼宛如金币的两面，一面是15世纪中叶统治瓦拉吉亚的德古拉，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散布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交界的吸血鬼传说。吸血鬼形象的代言人德古拉是爱尔兰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笔下的人物。斯托克在1897年出版的小说《德古拉》几经翻拍成电影，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展览以德古拉作为序幕，分4大展区，带领观众重新探寻吸血鬼的迷踪。法纪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每一次的生命轮回都有必须完成的志业，所以我们必须要修业成道。人诞生于这个世上，都有他必须去完成的人生志业，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所要完成的课题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在佛教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因果轮回的说法，这就是说，我们此生志业如果未能完成，来生则要继续。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其实有讲到轮回这个议题啊。那这个轮回其实，应该说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哈，在古代有很多例子也在啊，比如说王阳明啊等等，其实有很多例子都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不是只有这么一世，它是有这个轮回这样的。那假设真的是轮回存在，那我们这一辈子你又要人间做什么，是吧？我们一世一世，你又回到人间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你需要一次又一次来到人间？
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生命，你把这个生命看成一个这个常友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回到人间，其实都应该有功课的，都是有功课要让你做的。你每一次会回到这个世间来，其实有学分要让你去修，那每一次的议题可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人际关系不好，那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可能你有某方面的执着，比如说你很自我啦，你不太会去照顾别人啊，等等等。那你这个习性一直非常自我，很自私。如果你这个学分没有好好去修，那你下辈子还不是又回来，就像你被当掉了嘛，所以你又要回来修这一门人际关系啊。生命的轮回并非都是不好的，只是要让我们去修补此生未能完成的缺憾，这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道障碍。等到你能诚实面对这项缺点，去完成这项课题，那么你的人生才会圆满。法界新闻杨志忠台南采访报道。透过修行，除了自度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利他。对于轮回，因为讲到因果循环，许多人会害怕坠入六道中的其他道业中。其实应该说，轮回的目的应该是一种正面积极性的，我们应该要正面去面对，把你拥有的好再修持更好，缺失则要努力去修补。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轮回，其实轮回的目的是做什么？就要让你更好，也让你更有机会，一次一次的机会给你，就像一个老师不放弃学生一样，佛陀一样，永远不放弃我们这些众生，一次一次的机会给你啊，希望你更好，还要再更好啊。所以我们讲到天上人间走一回，意思是说，因为你走完这一生里面，你到下一生里面，你到底学到什么？你到底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假设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来人世间的意义要做什么时候，你生活就有目标，你生活也会更有方向，你的生活也会更快乐。所以呢，我们讲到轮回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消极，它其实一个积极的一个面向。就好像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心情也会不一样。那只有你你去用心耕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又成长了。所以轮回的意义就是一次一次要让你成长，直到你真的是圆满的为止哦。即使是圆满，你还是一样会回到人间来干嘛呢？来照顾其他众生啊，来帮助其他众生啊。所以轮回这些意义其实是积极性的，并不是消极性的。经过累世的轮回，是我们不断累积修持福报的途径，让我们的好还要更好，直到修持圆满。若能再次轮回人世，则要我们用自身的圆满去度化红尘俗世的众生，让他们能顿悟人生真理，追寻此生未完成的志业。法界新闻杨志聪台南采访报道。
讲过了哦，速读只是让你大约的理解，不是让你记内容。然后你看的时候一定怎么样？看过，你等一下我们做练习的时候是这样，你看过以后，你就举手，然后我就跟你讲题目，你就把题目记下来，然后就开始做后面的题目。然后你在做后面的题目，你不要再回去看前面的东西，而且你看过一次就好，不要看第二次。好，然后呢，我们速读是要你去理解这个内容大约是什么，我们并没有要你去记它或背它，所以你要有特力的往下看，啊，你就很勇敢的往下看都没有关系，啊，那你看的时候呢，是利用我们的视野宽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视野宽度嘛。那每个人的视野宽度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次看6个字，有的人看8个字，那个都没有关系，不是字看得越多就是越好，但是每个人视野宽度不一样。还有你看书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放得越近，你的视野宽度就越窄，而且不清楚；那你放远一点，视野宽度就越宽，对不对？所以看书要拿远一点，啊，你的视野宽度就会比较宽，你就不会进去，啊，就不要太差的看，啊，然后。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是拿着摇杆，就是你的笔，好，然后你看哦，你看第一句话，充分阅读资讯，你一次可不可以看6个字？充分阅读资讯这6个字，你是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这6个字？就是在告诉你充分阅读资讯这句话。可是你如果一次只看1个字，你是不是第一个字看充，第二个字在看分？是分还是分？哦，不懂意思。充分阅不懂，充分阅读，阅读什么？你看你这样子用笔要点6次，你要花6倍的时间。可是其实我一句话6个字，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因为我们中国字一句话才有意思，1个字好像看不出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为什么每次速读的时候，你不要看1句话，你要看1个字？很多小朋友都只看1个字，1个字这样看哦，结果看到第3个字哦。他就开始在想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等下看完书我要去吃。然后等到想到冰箱，那我还是要看书，再从第1个字开始看充分，所以他第1行要看好久。那你如果第1行一次6个字看懂意思，你就会很快知道，哎，他接下来要讲什么。当我这句话看完，赶快再往下看，啊，所以说呢，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点下来看，你一次就点这6个字有没有？充分阅读资讯，你就把你的摇杆点在阅跟读的中间，这样点一下，这6个字就看完了。然后充实自我，你就点在10跟字的中间，点一下，你点2下就看完了这10个字了，你不用点10下。那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过，这样子过，一直看，你就会一直加你的速度，然后你就会专心要把它往下看。要懂我意思吗？速读是用我们这个叫做习惯性的阅读，就是视野宽度，我们要你养成看书的习惯是这样，我们就不要用机器，那以后你就会习惯一次就是看1个字就习惯。那我们就是先6个字、8个字这样看，慢慢再练习那一种一次看10行的，看叫做1目10行这样，好，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我们看一下，一翻过来，来，你先看这一页哈。如果你的摇杆是放在 A 跟 L 的中间，你可以同时看到 A 跟 L 吗？可以嘛？两边的视野宽度有到这里，对不对？好，那你再翻过来，你再看隔壁这个哈 ，R N C D I L， 对不对？你把你的摇杆放在 C 跟 D 的中间，你可以同时看到 R 跟 L 吗？有的人可能没办法，那没关系，你就看 N 跟 I 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就是要了解你视野宽度大概多大，就是看顺序这样，你可以看8个字的，就一次看8个字；可以看6个字，就一次看6个字。好，那你再翻过来哦。我们除了视野宽度，可以是宽水，可以是高度哦。你看，我如果跟你讲说，这里一格是不是有9个字？对不对？那我如果说好，这里总共1、2、3、4、5、6、7，有28个这样子的方块。那这些方块里面哈。这些总共28个方块里面有几个3？那你是不是每一格看到有几个3？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几个3了？你会不会要一个一个去数看有几个3？不用吧，你应该这样一格就看到这一格有1个3嘛。
第二个这里都没有3嘛，然后第3个就2个3嘛，应该是一下就可以看到了。你需要一个一个去点吗？不用嘛，因为我们的字也是有宽度跟高度，所以说你说可不可以荧幕10行可以啊，但是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你荧幕10行对理解力可能会比较降低。好，那等一下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后面这里有个基础篇跟进阶篇有没有？第一篇的时候呢，我等一下如果跟你说几秒，你把它记下来，我们会帮你算每分钟的阅读次数。然后呢，等一下会做题目，那题目你再看看你是哪个共识你对比，那就是你的理解力。好，那每分钟的阅读次数呢，如果很快了，但是你的理解力降低的话，那我们就不要你速度一直加快，我们要加强你的理解力。等到你的理解力已经提升上来了，再来加快你的阅读次数。好，这样子你才知道说，有的人看得很快啊，每分钟看了1、2千字，可是他理解力都没有啊，那等于是没有看。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你就是自己做记录，然后看你的进步程度是怎么样，好不好？然后那个玉伟，就要等一下来聊时间。你就一直练几秒，你举手的时候你就练几秒。那我就是说一个好。那我要帮他们算每个钟。先不要看那个。啊，你们书先不要看了，现在看看。他说的跟玉伟说的听到声音马上好。对，要听到声音马上说几秒，这样好不好？好，因为你讲的谁嘛，对不对？然后你说开始，大家开始看，你现在就不要先看，然后你们看完以后立刻就做题目。你们出声音他就讲秒数，你就把那个秒数记下来，然后立刻做题目，这样好不好？好，然后你记得哦，你看的时候拿着摇杆，然后呢一次就是这样点，好，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点下来。我们就不要用那个，我们本来是有那种打开的那种机器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稍微影响到一下，因为每个人速度不一样。好，你们就是用摇杆这样的，好，然后眼睛就这样看过去哦，这样赶快看过去，不是这样一直点，但我觉得不错，他眼球这样子看过去，好，是用这种方法看的过程。然后你说开始就开始。看第一天呢，第一天是第一天给大家里面。开始。下面。好，19，好，22，好，24，26，28，好，29，30，好，32，34，36，OK，好，更新，好，39，42，那边。
这个题目答案呢？第一题圈，第二题叉，第三题叉，第四题圈，第五题圈。好，那你们就在那个理解力的地方，总共是5题。你如果你想要背4题，你就写这样5题对4题。好，然后就来一个3题都是。谁都不过？所以他多题啊。好，那你的每分钟阅读次数就是9080，那你就是在上面那个上面写这个地方有9080。好，那还有谁？啊？24秒的是135，就是每分钟阅读次数
周刊也是很讨厌，因为一周刊都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那个会议是这么话，然后慢慢的你才会去练习看那个比较理论的东西，因为比较理论的东西一开始用那个练习会很痛苦。还有那个什么哈利波特啊也很好练习，哈利波特那种东西也是一些情节哦，你可以很快的这样练习看过去，然后这样慢慢哦你会养成习惯，好，那我们再做第二篇，先不要看哦，哈，再做一篇啊，再做一篇这样，然后下次慢慢练习，看大家。因为我第一篇我没有看到写，我在想，你看应该到最后可以每个人都3篇字，每个人都可以到3篇。我这样子，都开始，你再张开哦，先不要看哦。预备，开始。还有谁要算的？
很会不愿意上学的人，就是他已经抓到了那个
跟念书的很好，然后他除了正式学念完了以后，他又去念那个，他又去读那个英文的研究所，然后英文研究所已经读完了，他现在去读那个什么图书馆系读神图馆，而他们那个读人，我不知道他觉得他读书很快乐，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读书当成这样快乐的事情，好，你们现在开始做分配哦，做看。如果我建议呢，从这个开始做，再做第一个，因为第一个比较难，第二个比较简单，从第二个开始做。如果你都分不出来，就是其他类的话，那你们全部都是其他类呀，那就真的分不出来。对对，格子不够是的话，你自己想一想，那格子不够自己。啊，你如果写过的东西就把它编起来呀，这样才知道你编没写错。万金本是那个店里的名字，是哦，电风扇，电风扇，在哪里来？电风扇。马拉松。
嗯。
看你们大概都知道怎么分的哈。对，那其他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加分哈。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你们做什么分了。现在会加分，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要你记到那么杂乱的东西，是不是先分类以后再来记就比较好？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要记东西是要利用技巧的，不是拿起来就往上放。有时候你就是要用一些小方法，让它分类好。那分类的话，为什么你要学分类？因为你要做笔记，你把关键字选好以后呢，你就是要把它分类。它是分在什么？它是属于悬疑的，还是属于定义的，还是它今天是在属于它是在讲什么的？你要把它分好，那你在做笔记的时候才能够好，那这边第15页有个用电须知，如果今天要你记用电须知这7项，你可以分吗？你想要怎么分？你把哪几项可以分在一起，然后上面要跟它下个标题。因为我们要记东西，常常是这种东西哦。看一下哈，15页的用电须知，如果这个要分的话。看一下用电须知想要怎么分，有没有人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分？啊？就是总共有7项，对不对？那你这里如果要你分类的话，你想要怎么分？标题什么项？可不可？可以什么？可以的是什么？你会分成哪里？不可以的是什么？你要用。这个不可以就说不可以，我就说我手上就是一直做的。那有没有人想到用什么方法？安全不安全？安全不安全？那你觉得安全的哪几项不安全的哪几项？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这样看哦。如果说，如果我遇到这种有条文的，那我要记的话，再来怎么把它分会比较好记。那在这边我们是有想到说，就可以把它分成用电须知把它分成使用前、使用后，或者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来分好。比如说有一个安装正确数值的保险丝，那这个是属于使用前你就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做好的，那我就把它分成使用前。我使用前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做好这件事情。好，再来呢，身体或站立处潮湿的时候，不可以触摸电器，这是属于使用中的。好，这是属于使用中的。然后呢，不可在同一个插座或延长线连接过多的电器，那这个它也是使用前的嘛，对不对？就是可以来这样分。然后你把它分好以后再来记呢，使用前应该注意3项，来使用中你应该注意2项，使用后应该注意2项，那这样子来记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要帮助小朋友用电，你要注意哪些？你用这样方法会比用7项来让他记得更好，有没有？所以你在做笔记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是要这样
类来思考，再来做它，就是把原来的东西打散，好，就是把它原来写的东西打散，你再重新组合，用你自己的方法。这样没问题？这样没问题？第四个，不可用拉扯电线的方式拔出电器的插头，这应该是属于使用中哈。插座不可安装在靠近水源或热处，这应该是属于使用前的哈。电器长时间不使用要拔下插头，这应该是属于使用后的吧？好，第七个，没有人的时候要关，也是属于使用后的。像你这样分一分会不会更好？对，好，好不好？做笔记就是这样，你把原来的东西，你就是把原来的东西理解之后，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打散重新做，就变成是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用自己的，你不要被作者把你牵扯走了。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把书上的东西了解以后变成自己的。没问题，这也是一个分类的方法哈。好，再来我们要看标题，记下标题也是蛮重要的哈。像我们刚才这个用电机时，你分类好了以后，你要记下标题给它。像我们刚才是把它下成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对不对？好，那刚刚我们把它下成可以不可以，或者把它下成不可以，那你觉得这样子跟使用中、使用前、使用后哪一个比较好用？那你就选择那一个，那就是所谓的一个标题。还有我们刚才有没有在做分类的时候，也是有标题啊，文具类啊，国家名称啊，电影类，那就是一个标题啊。那刚刚有人跟我讲说，我这边还有朋友说，他写器官类，那他说那手呢？手也算器官吗？他说那我们就写身体器官，这也是一种下标题的时候你在考虑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比较好，这就是标题哈。那标题常常就是我们在课本的最前面最喜欢写标题的。好，那你们看一下第17页，就是说第一个这一句话，你觉得你上面要跟他下什么标题？如果你看到他下面在讲的这句话，他原来课文上面可能是写什么标题？好，来第一个哈，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以后，你们自己看下来，看你们跟西域更广还是第一个面页。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前来中原经商，当地的官国、音乐、战马等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原。中国的文物是织品有机，也经由这条道路通往西域，再转入欧洲，这就是有名的丝路。对，是丝路。那你觉得它的标题应该是叫做什么？丝路的什么？这就是有名的丝路，所以它应该是丝路的由来，或是丝路的起源，或者是西域的由来、西域的起源都可以。因为它是通往西域的道路，所以看到这篇文章上面的标题，可以跟它下文字。好，那你的标题下来了。西域的由来，那你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笔记，你要做一个笔记，你是不是会写西域的由来？西域的由来或丝路的由来是什么？是什么？就是把这句话里面找关键字出来写，对不对？好，比如说这一课可能是在讲什么西域，对不对？好，西域的由来，然后它的重点你要写什么？是不是要把这句话里面找关键字？这句话里面的关键字是什么？那你就把它写在后面。也就是说，这一段话的关键字你已经找出来了，你上面要下一个标题叫做丝路的由来。标题是这样的。那丝路的由来可能是什么？可能好几点啊，它的标题都是西域的由来，就好像刚才那个用电机是一样啊。使用前有3点，使用中有2点，使用后有2点，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很简单，像刚才的用电机制就是这样分出来，就是一个实际的，就是一个实际的。好，再来第二个，宗族每年
团结是的礼俗，好不好？周族团结是的礼俗，好不好？还是周族的礼俗都可以。那你的标题是周族的礼俗，那它的后面关键是什么？然后什么？团结跟和谐的重要啊。它的礼俗，它为什么要有团结式？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怎样团结跟和谐的。这里面的关键，把它关键是先出来，然后放大，把那个标题写出来，然后放大那一类，这样子而已。制作你一篇这样而已啊。关键字写出来，把标题也写出来，然后把它分类、分掉、分档，这样就好了。在第三个，事故伤害或牺牲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啊？急救需有人说是急救的重要性，可是我比较觉得它应该是搬送病患的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去急救他，但是你这个搬送病患的方法没有弄好的话，反而会使他更严重。如果会使他更严重，你还不如不要去碰他，有没有？因为他骨折了嘛，如果你搬得不好啊，结果他本来只是骨折嘛，你搬得不好，结果变穿出来了，更严重，有没有？对。或者是他是，譬如说那个内脏里面，譬如说我们的胸部的内部，会不会没弄好就知道了话？本来躺在那里会搬不好就有急了，所以我觉得搬送，就是说搬送病患的方法也很重要，因为他这边好像就是在讲说你在运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要怎么样来处理，就近检查这样没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写急救的重要性嘛，那也是在讲急救的重要性。再来第四个，朋友能增长你的知识，扩充你的生活经验。所以朋友像是一本的好书，你觉得这一句话的标题你要写很清楚。朋友的什么？朋友两个字叫标题哦。你要把这些啊画成块这些东西，基本上对呀，没错啊，朋友的好处，朋友的重要性。有没有？你们平常不是前面都会常常写标题，把它先拿出来应用呢？朋友的重要性啊，有没有？再来，良好沟通的秘诀，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要前后一致，表现出最好的一面。这个最简单的。对啊，这叫良好沟通的秘诀啊。好，再来 ，IBM 就是服务，成为该公司的象征跟信念，成为全公司广大员工的价值观念。那这一句话你要怎么设标？啊？IBM 的系列。IBM 的系列，然后后面也要加个服务，因为它这边是要讲服务，你也可以说是服务的重要。好，它重点在讲服务的重要。那第七个，管理时间就像管理金钱，这句话是什么？如何管理？管理时间的重要，这很简单啊，这个公式上面就可以找到的。再来，背诵是记忆之母，当人们年纪越大，记忆的能力就越差。此时适度的背诵对于我们记忆能力的恢复有益。背诵的什么？背诵的重要啊，你都想不出来背诵的重要。记忆。
再来，一般人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在今天社会知识爆发的时代，更使人有深也就说要去培养一种普遍的读书风气，实在是学校跟社会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我觉得这里应该是在讲读书风气。读书风气，培养读书风气的重要。他这里重点是，他这里意识到读书很重要，但是培养读书就是一个读书风气的重要。因为我也觉得读书风气很重要。如果这个班级的读书风气不好的话，大家就不想读书了。他的读书风气很好，大家就会读书风气的重要。我觉得在家里也是一样，在家里如果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妈妈也跟着他一起看，他就会比较看得下去。再来，广告是一种用来联络买卖双方思想、感情和讯息的好方法，本质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讯息创造。对广告的讲课越来越容易了。再来。穿山甲行动缓慢。穿山甲。穿山甲的什么？特性，对，穿山甲的特性。再来，泰国首都曼谷的水上市场是像一般的江村赶集一样，这一句觉得吗？水上市场的景象，对不对？他是在描述那个景象。这样对。好了，那我们做笔记的方法已经学了，已经把这个方法都学了，我们现在开始融会贯通的哦。还记不记得那一天演讲的时候，做一个复兴大红点？记不记得那个复兴大红点？有没有？那个复兴大红点，我们是不是先把关键字圈出来？然后第一次我们是不是就把关键字写出来？写完以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好的分类，就是变跟不变。就知道变跟不变学上面，然后会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有没有？记不记得？好，那一样，它是不是先选关键字，选完以后它去分类，把它分成变跟不变，然后它就去下标题了。标题就是会变的有什么？不变的有面积跟形状，会变的呢是它的位置，还有它的颜色。然后呢，颜色是怎么变？然后它的面积是怎么样？长宽多少？它的形状像什么？椭圆形。它的距离是怎么样？就把它写下来，就这样而已。那一篇文章是100-200个字的，是被你们收起来，剩下几十个字，是一个数字的意思，就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19页笔记的应用。那你要做这一篇以前，你要先怎么样？浏览，对不对？然后浏览以后呢，你就要开始去选关键字，然后你要看要怎么去做分类，下标题。
有没有看过的？看过以后，你在想，你有没有一个架构，就是说你这一边的比例，你想要怎么分？好，我跟你们讲哦，大概怎么分，然后你们回去写，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那个数学的练习，好不好？在这里面哦，这有很多方法，我只是把我的方法讲出来当参考，那你们要下次，你们要回去做，然后下次要到上面去给大家看。这个的话，我可能会怎么分呢？它这边有第二段，他说17世纪以后，那我就想要把它分成台湾的移民社会17世纪以前是怎么样，以后是怎么样。哦，你可以把它分17世纪以前。好，那这边我可能就是分17世纪以前呢，台湾它是怎么样？就17世纪啊，就分成平埔族跟高山族，有没有？然后平埔族呢又怎么样？高山族又怎么样？这是高山族现在就是阿美族啊，这边有写啊，后面又加一个少数族，现在是平埔的，好，那就是当地的原住民。然后平埔族的话呢，就是以平原一带的，就像现在这样，跟这个汉化比较深的，好，你就可以这样分。然后这是17世纪以前的，这是以前的，好，然后以后的话呢，就是荷兰人进来以后，有没有？然后后来又陆陆续续有那个清朝那时候有很多汉人又进来，然后那时候不是又变成泉州、漳州、客家，就是我会把它分17世纪是和以后的，然后分成2段。那你们回去写写看，好不好？这个是你们现在历史课程的，对，教过了，对不对？教过了，然后教过了你们就会了吗？一直都做吗？老师那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做？也都是在17世纪以后啊。对啊，我后面的课都是我做。好，那你们做22页，媒体的威胁。那媒体的威胁，你回去做做看哈。就是媒体对我们威胁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呢，它要怎么预防啊？那如果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发生了。事情发生，它会造成后面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然后下一次我会带那个我们的其他子孙资料来做。还有老鹰跟鸭子这一边哦，你们也可以去多看，这个蛮好玩的。你要怎么去做分类？老鹰跟鸭子你要怎么去做分类？它就是有分为。他的个性方面的、情绪方面的、怎么样方面的去做分类，我觉得这一篇蛮好的，可以试试看。好，那我们下次呢，我的笔记课程就是一直做笔记了，因为你们前面方法都会了。那而且我也希望你们从现在回去开始，你们的课本内容就是自己先做预习，先做笔记，好不好？这个国语的妈妈说，好像先预习蛮有效的哈。对呀，我是国语进步很多。对呀。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是，我已经刚上国中，很方法也不太对，我说出来，我们来试试看你这位妈妈的方法，你试着做做看。那看我们落实做到很深入，我不知道，反正他就尽量去做。我是觉得我们家长去支持他一下，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要支持他，让他养成习惯。你知道我们人就是怎么样，养成习惯以后要改都很难，坏习惯要改掉也很难，好的习惯把它养成，它也很难掉。我们要让他做笔记是变成习惯，就是他看到课文要练出他的习惯做笔记，把它养成习惯。那刚开始真的有点难，家长他就不行他。他会做笔记，所以都写很多。对，刚开始会写很多，然后慢慢的会越来越浓缩。他为什么会写很多？因为他不放心，他觉得我没有写这么多，我会不会忘？对，他不放心。然后慢慢的，他会越来越有自信，他会放心。
天像我们今天抓关键字是一看就懂的，番茄酱，想到那句话了吗？番茄酱，就还记得吗？哈，钟鸣班，钟鸣对呀，你看刚刚讲的现在都还记得啊，你不用担心，而且你48小时之内一定要再复习它一次，你写出来的笔记。你48小时之内再去复习它一次，你3天后再看它一次，你1个礼拜以后再看它一次，你就忘不掉了。我们根据人类的遗忘曲线，48小时之内一定要不断复习。那我们常常复习都是在考试前是超过48小时的，所以是从头念的，已经不是叫复习的。所以说你做出来的笔记，你偶尔拿出来看一下，自己再稍微复述一下，你就会记得了。那刚开始做笔记真的是要家长在旁边不许他，而且你陪他一起做，说我们怎么来做笔记啊，试试看。然后他做完以后，我们家长的字拿起来以后，跟着他的笔记说，你再念关键字给他，你讲给我听，你现在讲给你听，然后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再讲。那你只要他能够按照他的笔记讲出来，跟课本差不多就是对的。你只要听他讲就好了，因为笔记也没有什么对错，只要他能够讲得回去就是对的。只要他看着笔记能够讲回课本的内容就是对的，没有什么对错。那我们就是说，你这样试试看，然后讲以后说，你讲一次给我听，你可以讲出来，那就是他在讲的过程就是复述嘛。他讲的过程有记不起来的，就是再把课本看一次，他就会了。一定效果会很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练习速读哦。好，速读的话，我们看一下速读后面这边收藏户籍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编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及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南靖糖厂休闲卖场这边有飞机，还有坦克车。1、2、3、4、5、6、7、8，大的轮胎有7个，小的有1个。那前面那个是齿轮，滚动用的。这边有简介介绍。M1动8，M1动叉 M108自走炮车是美国凯迪拉克公司根据 P-195自走炮车改良而来，并于民国51年10月开始量产。这个已经快50年了。此装备与 M109自走炮车除了口径外，均极为类似，具有轻装甲防护力、优异的机动力、可空运及加装浮油装置，以实施两栖渡河作战。炮塔可做360度整个圆的全向设计。台湾于民国70年至美国陆续接收此型装备，配发机械化师及装甲旅炮兵单位使用。此装备配用弹药有榴弹、手榴弹、榴弹、
破假弹可以破对方战车那个假装架破假弹，还有照明弹、花烟弹等，有效杀伤面积为580平方公尺以上列级。M108 自走炮车之支援简介。和平为处世之本啊，世界和平比较重要，不要战争啊。上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最高速度每小时56公里啊，最大射程1公里又不是11公里，11.5公里耶，最大射程11.5公里耶，好远。最大射速每分钟10发，炮旋角360度，坐5个人，作战半径390公里耶，口径105公里，那个是10.5公分，好大哦。9寸多有，重量22.5吨，长度6.09公尺，宽度3.14公尺，宽度等1层楼高有，高度3.04公尺。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
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养万物。吾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5:1 起初神创造天地。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可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明灵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清虚大化
化救援黄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语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载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骗一切处坛经一问挺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经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悉了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耶和华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者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会照圣经新约全书。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会照圣经新约全书。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道有生，那门
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成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国家沿不走正门，进入4声6道，开声耳牛马羊狗之类，卵声眼鸡飞禽之类，狮声口鱼虾水族之类，发声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仙神不齐在世侯开会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上御贤官，永脱苦海。母字垂乳，教皇母慈是对恩师弟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讨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弟，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台皇母10届第7届不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木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素拜真师本饶7 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素拜公堂早归根4点是家谋迷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都不变孔老夫子凶神之化之其旨，并静安绿叶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小人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又本末，事有终始，之所牵后则信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但不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田老母娘的奥妙倒在此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介？曰：在其外。曰：何其欲？下邪？曰：在寡气。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古子之问也，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律系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只道过世，大言亦然。周天前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依3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位根混沌，未看妙明无人，或空一团，96亿元佛子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即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控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不数无还无因。
阳不对在治理纯然侠不是用遨游先天妙境能卷来或下棋或将情谈吃的是天曹铁雄将玉一川的是登云斜天一天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精通外法外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婚前外发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至丑会满意是完全清气升为天坛不至心走逐气降名为地府百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幻类生全此即是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凤凰及婚前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地理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散外出来自不住有其道妙是神天地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外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或无奈之土方舍火九六子妻降凡间履次的开元国东土而下来于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或造下撇九三山多红对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天使其来起早趁机会天一邪烧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此为娘我非后辈原子屋换耳众等速东根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妖女二的耳那个地物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恶之中国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看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大开不度听烧书听记品清故佛缘降到乃为热良善降也乃未收恶上且类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其发过经片效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不荣华即共不愿逍遥随意玩耍逢青龙画彩共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不处无还无阴阳无对在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较多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天妙境能卷来或下棋或将情看田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能卷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天
雄将寓意穿的是穿云鞋天衣天衫，吃的是天桃天果，喝的是熊将寓意穿的是天衣天鞋。天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天桃。含桃实洲济公柏肉山，名五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寒母。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天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亦乃止。问吾其为圣欲至善宝镜，镜而因空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义，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景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交子会剃处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婚前1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聘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虚，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各一万零800年，1元共12.9前600年七国治世。3国收元7国治世，南方是爱国6000年，北方生玉国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3春国3720年，西方有长庚国7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空谷国5284年，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国5800年，伏羲是代理国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山国收元然曾古国平阳旗，掌天坛。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坛。灵山会弥勒古佛白杨旗，掌天坛。中华会万发在气数足天始成就，又在子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聘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智元满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快会重回魂沌星气，升为天坛古至星斗足气，讲名为地土百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何叹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百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聘地，以完成阴阳2气之分汉。阴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体内。此即是先天妙开体之本无极静态及凤凰及婚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
替地支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极理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能生二，能生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意图象棋，生化5万点。天既成，地既理，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人，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富国世界贪腐世界苦海，此岸公土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解非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华人管理统治。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有6子妻，让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悔开天，丑会聘礼，寅会虚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小皇母之96人开国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开元国公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藩，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国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造血酒山多红，醉了菩萨国，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山多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天池起来洗澡，趁机会天衣携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天衣天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请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请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天衣天鞋。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森莫要再敛老母娘，会要与众原开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相换别在流列于礼天之书是自在。如若是天衣携交与冠等而那个义务肯在是灵凡老母娘，若把天衣天携交给原开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残地冷饿了吃风果子和饮清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又折贴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
佛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钓回杯，哀悲叹万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开普度，听烧书听记，请亲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报一回家之路。家家信书房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房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听由以悲声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语。王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开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根治世界为男女在一人间，从此房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鞭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堂弟白骨通师名利无煎熬，安的咸鱼故。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美想，而万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营会生元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房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相互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月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一佛的普度收缘。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依人亦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顿，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肯大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果归应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气度母的永垂不休北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
址。
该大家来注意甲听吼，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听radio的，咱就会自少年，上这位较少年就唔知影啦。较早咱定听56天的故事，我就是56天的土地，我叫做陈春风，这本叫做陈春风。我快咱56天，过梦想，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56天咧讲故事拢安尼讲，我讲互恁听。恁捡茶，互我兄弟来食，但是我毋是。咱圣母庙就是上界诚意，恁来到这，咱圣母庙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加一个凉水，互咱大家来甲饮。有香蕉啦，这个做路啦，做做公路啦，还有白白。圣母庙，应该大家来注意甲听吼，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听radio的，咱就会自少年，上这位较少年就唔知影啦。较早咱定听56天的故事，我就是56天的土地，我叫做陈春风，是咱圣母庙总干事。我快咱56天，过梦想，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56天咧讲故事拢安尼讲，我讲互恁听，恁捡茶互我兄弟来食，但是我毋是。咱圣母庙就是上界诚意，恁来到这，咱圣母庙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加一个凉水，互咱大家来甲饮用。所以这种的经营就无共款啦。因为咱圣母庙要咧甲弘扬，咱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咱天上圣母鹿耳门嘛，甘咱地成功密切的关系，要互大家听。因为咱圣母庙，才会当来甲咱宣扬鹿耳门嘛。甲地成功工课的人呢，要来表达能力的人无介济，所以当照中，咱这梯厝拢总有83个人，83个人的当中，加减甲了解小看，就会当讲互别人听，所以我以后就较免遮辛苦，所以我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咱现在徛在这个位置，就是咱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第3处的重建，咱第3处的重建的当中，是伫咱民国64年动工迄起的，70年完成。所以咱这个庙伫第3处重建以来真济甲咱地成功有关历史，也是咱一寡先进大德对这个庙宇无了解的工课，我来甲讲互大家做参考。咱台湾人，伫咱的祖先，伫咱的长辈也好，咱大家拢拜神，有咧拜王爷，可以啊，但是穿插了哈，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台语也可以，我这个双声带的了但是国语比较讲不顺的时候呢，也要大家体会一下我们台湾人本来在我们祖先的领导之下呢，就是拜拜见到有神明、王爷、妈祖娘娘的时候呢，一看到就是拜拜。那拜拜呢，就会怎么样讲呢？里面有神的地方呢，就称它为是庙。那有神明伫内底，咱都讲迄叫做庙。所以这个庙呢，我要给各位做个讲解一下。我们台湾的庙呢，有2种庙，传统式的有2种的庙的建筑，一种叫做北方体的建造，一种叫做南方体的建造。那我们台湾是闽南地区
当然是南方体的建造为主体。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我们各位到现在所看到的庙呢，都是南方体的建造。怎样说南方体的建造呢？譬如我们鹿耳门天后宫，其他的庙呢，海尾朝天宫，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体的建造。那么圣母庙这种呢，它叫做北方体的建造，因为圣母庙是仿照大陆主进程缩小比例而建造的庙，所以这个叫做北方体的建造。那么圣母庙这个北方体的建造，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南方体的建造，又不一样了，就是不像了，就是不像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台湾北方体的建造呢，首座呢在哪里？首座就是我们国父纪念馆，在台湾的建造就是国父纪念馆，就是北方体的建造。那么第二栋呢？第二栋就是我们中正纪念堂，也是北方体的建造。那这个庙宇呢？庙，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各位呢，都去把它误认，把它误会了，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个是新庙，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它是全台湾省所做的庙宇，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了。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苏南成他还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就在我们中华东路、中华南路那个地方呢，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国父纪念馆呢，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市长呢，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我们都相当高兴。结果完成以后呢，是什么？是台南殡仪馆是台南殡仪馆。但是台南殡仪馆它那个建造呢，就是北方体的嘛，也是北方体的建造，所以这个误认了。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呢，做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我们就会去了解台湾的庙南方体、北方体的建造是怎么来的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讲到妈祖娘娘和郑成功的关系了。我常常向所有的机关团体来到圣母庙参拜游览来这边拜拜的人呢，常常跟他这么样讲，但是他们都说我很夸张他说你这个阿伯你这个头发白白的，你这个脑袋坏掉了。他说我头发白白，脑袋坏掉了，为什么呢？我第一句话就这么样讲。我们台湾人有今天丰衣足食，住在这个美丽的宝岛，要感谢什么人？要感谢在我们这一殿的最上面，妈祖娘娘，我们称她为鹿耳门妈、鹿里门妈。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我们在台湾这边看妈祖娘娘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在西元1661年，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就是妈祖娘娘助他潮水，不然他就没有登陆台湾了。那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文武百官，他的幕僚
没有算准，因为我们这个海水都有大潮、涨潮、退潮，所以他急着预计他的行程要攻打台湾，所以没有算到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所以郑成功就他在这个厦门呐、驻兵的时候呢，他要进到台湾来，他就没有去算这个问题了。那马祖两两他在这个船呢，郑成功要来的时候呢，这个郑成功的幕僚非常的精干，因为怎么样呢？他在厦门的时候呢，他整个军队呢，他就有拜马祖两两了。因为这个统帅啊，要有幕僚，他就先把这个在这个军队里面文官武将，他就先把它区分好了。所以他在船上呢，整个队伍总共呢有3尊马祖两两，他就把他整个队伍称为：你们这个文官，你就拜这一尊马祖；武将呢，你就拜这一尊的马祖。所以分为文馆和武馆。我们各位等一下参观一下，全台湾省完全没有这个马祖庙呢，没有文馆和武馆，只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边有。所以我刚才又讲到了，为什么要感谢马祖两两？今天我讲这个国语啊，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啊。本来这个我们老师我6天教我的时候讲台语嘛，那我今天就是这个妈妈她又说要给小朋友听得懂，那我就有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我讲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精彩。所以在4月1661年登陆台湾的时候呢，他船到鹿耳门港搁浅了。那搁浅了，郑成功他心慌啊，他心慌，我带领整个军队要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那我现在船搁浅了怎么办？整个军队一定要全军覆没。怎么讲呢？这个荷兰人已经占据安平了，已经在安平古堡设立一个据点，他把所有的大炮呢朝向港口守备完成了。他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这个鹿耳门港可以进来，所以当初郑成功急了，他就在那个船上排设香案，祈求上苍。他不是求马祖两两了啊！宇宙间，你能够助我潮水，为我恩主，你也当帮助我水，就是我主公啊！哦，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排设香案的时候，他就这么样祈求了：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祈求助我潮水。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1炷香的时候，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啊，就是马祖两两，鹿耳门的马祖两两和他船上的马祖两两，感应到了，依照这个天命啊，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了，所以他就助他潮水。我们那个驻足那边有一个对联哦，说圣母为我最重三哥，助帝王登陆鹿耳门。我说，即我讲迄个讲语就讲较袂顺啊啦吼，所以这点吼，爱大家了解者。所以伫个时阵，最重三哥，水涨山高呢，是怎么形容？是水涨山高。我们当初的文书者他是这么样形容啊？我们那个年代，以海为生的人，都是拿那个竹竿在撑那个地白啊，所以水涨的3株竹竿的高度，他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在我们台湾来讲，台南府城，它是8大景之一哦，8大景之一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在我们的温书者可以去查询哈。鹿逆莲旁，鹿耳连环，鹿耳春潮，啊，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8大，我们这个8大点
当中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这么样讲哈、哦，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讲无田无园，能听讲伊啦，捌的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吼，伊讲无田无园啊，没田没地，尽看鹿耳门，近看鹿耳门，哦，为什么呢？你没有土地可以让那个耕作的人呢，绝对没有财产嘛。但是这个鹿耳门港呢，那个当初的船都从这边进来，你可以去那边去那边做工嘛，赚钱。而且退潮的时候呢，那个岸边呢，这个海水结晶啊，又去挖那个鹅啊，哦，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耳门港都足好生活。所以讲无田无园，尽看鹿耳门，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哦，所以咱新母庙含这个地成功由来太济啦，太济。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个郑成功之旅的营盘呢，咱来到这。我今仔日较老气，讲国语说袂遐精彩。哦。不会啊，很好，很好。然后这讲得太和前3个题目呢讲起来差得太多了啦，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哦。来，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哈，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那边有一个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那个石碑叫做起水坝，起水坝，啊，你讲个历史我恁听，好、哦，我恁了解一下。可以问一下吗？那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啊？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就差在哪里呢？我们一般一般这个庙，南方体的建造，它说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燕尾有燕尾。啊，所以咱底下讲的用，咱南方体的庙宇吼，较早拢有一句安尼讲，一定要雕刻在这个墙角了，在墙角呢，拢爱有人去压迄个三仔压条的。讲个这五番压庙角，五番压庙角，啊，所以咱这个讲原住民啊，这里那断掉你才有拍呢。你讲为五番压庙角，所以咱传统的庙宇就是爱有这个形体，啊，中爱有3仙的葫芦手，我说有灵有风，啊，咱北方体就无啊啦。咱北方体就用飞龙走兽，有走兽，哦，拢有走兽啊，较无咧用迄个角，所以南方体甲北方体都差伫遮哩。那么南方体的维修较重啦，咱台湾的你啦风台雨季较济，啊你迄个南方体啦大风台来咧扫落去哦，像咱新母庙这片啊，全无怎样修理，啊这北方体吼，拢看的是琉璃下，琉璃瓦它的损害呢就比较少哦。来，啊咱来看一下，哦。有金蕉啦，啊，这个这路啦，做做公路啦，啊，还有白白厝啦，可以好啊，国小的产品。新母庙，咱地成功的历史由来，我来大家做参考。应该大家来注意甲听吼，咱的传统啊，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听拉radio的。咱有诶自少年，上这话较少年就唔知影啦。较早咱常听56天的广告词，啊，我就是56天的徒弟，我叫做陈春龙，哦，是咱新母庙总干事。我有拜咱56天学过广告，哦，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啊，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56天的广告词拢安尼讲。讲我广告恁听，啊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但是我毋是，咱新母庙就是上界生意，恁来到这，咱新母庙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啊加一个凉水，互咱大家来甲饮用，所以这种的经营就无共款啦。因为咱新母庙要来甲弘扬，咱正统鹿耳门新母庙，咱天上圣母。鹿耳门嘛，跟咱地成功密切的关系，
要互大家听，因为咱圣母庙，才会当来甲咱宣扬乐理门嘛，啊，甲地成功工会的人咧，要来表达能力的人无介济，所以当照中，啊，咱这梯厝，拢总有83个人，83个人的当中，加减啊，甲了解小看，啊，就会当讲互别人听，所以我以后就较免遮辛苦，吼，所以我来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啊，咱现在徛这个位置，就是咱正统乐理门圣母庙第3厝的中间，第3厝的中间。咱第3厝的中间的当中，是伫咱民国64年动工去起的，70年完成。所以咱这个庙伫第3厝中间以来真济，甲咱地成功有关历史，也是咱一寡先贤大德对这个庙宇无了解的工课，我来甲讲互大家做参考。咱台湾人，伫咱的祖先，伫咱的长辈也好，咱大家拢拜神，有咧拜王爷，可以啊，但是穿插了哈，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台语也可以，我这个双声带的了啊，但是国语比较讲不顺的时候呢，也要大家体会一下哈。我们台湾人本来在我们祖先的领导之下呢，就是拜拜见到有神明、王爷、妈祖娘娘的时候呢，一看到就是拜拜。那拜拜呢，就会怎么样讲呢？里面有神的地方呢，就称它为是庙。那有神明伫内底，咱如果去就是庙。所以这个庙呢，我要给各位做个讲解一下。我们台湾的庙呢，有2种庙，传统式的有2种的庙的建筑，一种叫做北方体的建造，一种叫做南方体的建造。那我们台湾是闽南地区当然是南方体的建造为主体。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我们各位到现在所看到的庙呢，都是南方体的建造。怎样说南方体的建造呢？譬如我们鹿耳门天后宫，其他的庙呢，还有朝天宫，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体的建造。那么圣母庙这种呢，它叫做北方体的建造，因为圣母庙是仿照大陆主进程缩小比例而建造的庙，所以这个叫做北方体的建造。那么圣母庙这个北方体的建造，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南方体的建造，又不一样了，就是不像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台湾北方体的建造呢，首座呢在哪里？首座就是我们国父纪念馆，在台湾的建造就是国父纪念馆，就是北方体的建造。那么第2栋呢？第2栋就是我们中正纪念堂，也是北方体的建造。那这个庙宇呢？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各位呢，都去把它误认，把它误会了，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个是新庙，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它是全台湾省所做的庙宇，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苏南成他还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就在我们中华东路、中华南路
那个地方呢，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国父纪念馆呢，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处长呢，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我们都相当高兴。结果完成以后呢，是什么？是台南殡仪馆是台南殡仪馆。但是台南殡仪馆它那个建造呢，就是北方体的嘛，也是北方体的建造，所以这个误认了。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呢，做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我们就会去了解台湾的庙南方体、北方体的建造是怎么来的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讲到马祖娘娘和郑成功的关系了。我常常向所有的机关团体来到圣母庙参拜游览来这边拜拜的人呢，常常跟他这么样讲，但是他们都说我很夸张他说你这个阿伯你这个头发白白的，你这个脑袋坏掉了。他说我头发白白，脑袋坏掉了，为什么呢？我第一句话就这么样讲。我们台湾人有今天丰衣足食，住在这个美丽的宝岛，要感谢什么人？要感谢在我们这一殿的最上面，马祖娘娘，我们称她为鹿耳门妈、鹿里门妈。为什么要感谢马祖娘娘？我们在台湾这边看马祖娘娘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在西元1661年，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就是马祖娘娘助他潮水，不然他就没有登陆台湾了。那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文武百官，他的幕僚没有算准。因为我们这个海水都有大潮、涨潮、退潮，所以他急着预计他的行程要攻打台湾，所以没有算到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所以郑成功他在这个厦门主兵的时候呢，他要进到台湾来，他就没有去算这个问题了。那马祖娘娘她在这个船呢，郑成功要来的时候呢，这个郑成功的幕僚非常的精干，因为怎么样呢？他在厦门的时候呢，他整个军队呢，他就有拜马祖娘娘了。因为这个统帅要有幕僚，他就先把这个在这个军队里面文官武将，他就先把它区分好了。所以他在船上呢，整个队伍总共呢有3尊马祖娘娘，他就把他整个队伍称为：你们这个文官，你就拜这一尊马祖；武将呢，你就拜这一尊的马祖。所以分为文馆和武馆。我们各位等一下参观一下，全台湾省完全没有这个马祖庙呢，没有文馆和武馆，只有正统路我们圣母庙这边有。所以我刚才又讲到了，为什么要感谢马祖娘娘？今天我讲这个国语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本来这个我们老师5、6天教我的时候讲台语嘛，那我今天就是这个妈妈她又说要给小朋友听得懂，那我就有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我讲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精彩。所以在4月1661年登陆台湾的时候呢，他船到鹿耳门港搁浅了。那搁浅了，郑成功他心慌他心慌，我带领整个军队要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那我现在船搁浅了怎么办？整个军队一定要全军覆没。怎么讲呢？这个荷兰人已经占据安平了，已经在安平古堡
设立一个据点，他把所有的大炮呢朝向港口守备完成了。他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这个鹿耳门港可以进来，所以当初郑成功急了，他就在那个船上排设香案，祈求上苍。他不是求马祖娘娘了啊！宇宙间，你能够助我潮水，为我恩主，你也当帮助我水，就是我主公啊！哦，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拍摄香案的时候，他就这么样祈求了：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祈求助我潮水。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1炷香的时候。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就是马祖娘娘，鹿耳门的马祖娘娘和他船上的马祖娘娘感应到了，依照这个天命啊，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了，所以他就助他潮水。我们那个驻足那边有一个对联哦，说姓母。为我水中三哥，助帝王登陆鹿耳门。我说，即我讲迄个讲语就讲较袂顺啊啦吼，所以这点吼，爱大家了解者。所以伫个时阵，水中三哥，水涨山高呢，是怎么形容？是水涨山高。我们当初的文书者他是这么样形容啊。我们那个年代，以海为生的人，都是拿那个竹竿。在撑那个地白啊，所以水涨的3竹竿的高度，它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在我们台湾来讲，台南府城，它是8大景之一哦，8大景之一。好，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在我们的温书者可以去查询哈。鹿逆莲旁。鹿耳连环，鹿耳春潮，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我们这个8大点当中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这么样讲哈，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无田无园。听讲伊人捌的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吼，伊讲无田无园啊，没田没地，尽看鹿耳门，尽看鹿耳门。为什么呢？你没有土地可以让那个耕作的人呢，绝对没有财产嘛。但是这个鹿耳门港呢，那个当初的船都从这边进来，你可以去那边做工嘛，赚钱。而且退潮的时候呢，那个岸边呢，这个海水结晶啊，又去挖那个鹅啊，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耳门港都足好生活。所以讲无田无园，尽看鹿耳门，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所以咱新母庙含这个地成果由来太济啦，太济。所以咱今仔日这个。郑成功之旅的营盘呢，刚来到这，我今仔日较闹气，讲一煞袂太精彩，不会啊，很好。然后讲得太和前3个题目呢讲起来差得太多了啦，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来，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哈，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那边有一个。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那个石碑叫做起水道、起水坝，来讲个历史，我恁听，我恁了解一下。可以问一下吗？那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啊？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就差在哪里呢？我们一般这个庙，南方体的建造，它是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燕尾，所以咱直接讲的用，咱南方体的庙宇吼，较早拢有一句话安尼讲，一定要雕刻伫这个墙角了，在墙角呢，拢爱有人去压迄个山啊压条的，讲嗰啲五番压庙角。
红番也袂共，所以咱这个讲原住民啊，这你若当着你才会拍呢。你讲伊红番也袂共，所以咱传统的庙宇就是爱有这个形体，中爱有3仙的葫芦手，所有灵有风，咱北方体就无啊啦。咱北方体就用飞龙走兽，走兽，那种走兽较无咧用迄个角，所以南方体甲北方体都差伫遮哩。那么南方体的维修较重啦。咱台湾的你啦，风台雨季较济，你迄个南方体啦，大风台来咧扫落去哦，像咱10尾这片啊，就无怎样修理。这北方体吼，拢看的是琉璃下，琉璃瓦它的损害呢就比较少哦。来，咱来看一下哦。关将手，南北宫还有关将手，可能上天慈悲，可能神尊慈悲，莅临琉璃街，可能神尊慈悲。5首相当精彩的舞马。第一首舞马呢叫做《窈窕淑女》，是属于当地排舞的一种舞蹈。第二首呢是俄罗斯当地非常著名的汤匙之舞，待会儿大家可以看看，带着这个汤匙怎么跳舞呢？那么第三首舞马呢是属于深库尔斯克之舞，表演团队他们来自的地方，而且呢他们当中呢也诠释了非常具有创意十足、可爱跳皮的动作。那么接着第4首舞马更是精彩了，他们即将拉着像锯子的琴所演奏出来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好听。最后一首呢是属于哥萨克舞蹈，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欢迎俄罗斯典范舞团。
Ôi, lúc cửa áo
Thank you.
继续我们来欢迎的是我们的福建省艺术拳协会